赶来的时候，马车翻在路边，卢正廉正准备逃跑，他为了保命想要招供，车夫就把他推到了我的肩上，最后又抹了自己的脖子。这说法可信度有几分？别杀我！秀红楼的事我全知道，饶我一命，我全告诉你，我全说。杀人了！如果有人能为你作证，8分。可是我没有。那边只有1分。带我去大理寺吧。这不行，案子是内卫先发现的，要去也该去内业局。行了，此案重大，上报圣上。内司伯，押嫌犯李佩仪进宫面圣。我的救星来了。我们时间不多，秀红楼的工人中一定有人知道客人的身份，要尽快找到那份名单。圣上不是让你去查卢正廉被杀的案子吗？你怎么查起秀红楼来了？陷害你入狱，就是为了阻止你调查秀红楼，因为那个案子里面有令他们害怕的东西，只要那份东西在我们手上，他们就会因为恐惧而说出真相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你觉得谁会执行？如意。我知道你是太史局官员，我也喜欢星星，但星星离我太遥远。小时候，我阿娘就教我，把手握成这样，顺着这个小孔，就能看清了。在秀红楼的每个夜晚，我就是这样看着星星，想着我的阿娘，才熬过来的。我也没看错你。等我。这里根本看不到天空，如意也不可能看得到星星。他骗我们。他在给我们留线索。找到了。这是滴水观音，这种植物一到夜晚便会吐水。这就是如意说的星星。别打开，这上面的名字只有圣上能看。早不病晚不病，偏偏现在生病，宫里催得那么紧，你想坑死爹呀？哎，新兰，今天好点了吗？女儿不孝，让娘担忧了。让娘担忧了？哼，你根本就没把爹娘放在眼里。
我辛苦了一辈子才搭上宫里的关系，平时好端端的逛这个庙那个会的啊，好不容易才拿到一个当秀女的名额，这定金也收了，进宫的日期也定了，你说你怎么居然病倒了呢？你，哎呀，大勇，别这么说，我们新兰只是染了小病，很快就痊愈了。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，这生米都快煮成熟饭了。可是你不会是在给我装病吧？进宫的事儿要是黄了，我打死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哼！来，新兰，把药吃了，然后歇会儿。下午那个道长还来做法，你把心放宽，什么鬼邪都会走的。灵快显灵！大勇啊，起床了。这是凡社新上的菜品，您赏脸品尝，您请坐啊，马上就来。昌明坊围了好多捕快，据说死了个人，脖子上有牙印，浑身血被吸干，一滴不剩。不啊，吃饭的说什么死啊活啊的？啊，死人？哪死人啊？干你的活去！去把菜洗了。扫帚，快，跟我走。怎么说跟你走就跟你走了不成？你那份一分也不会少。再来啊！死者死于昨晚子时左右，死因是失血过多。从颈部的牙印判断，这血应该是被吸干的。刘大娘昨夜什么声响都没有听到，说明这个房间里面肯定被下了迷香。不可能啊，香是我昨天亲手点的。大娘，可能是凶手将香炉里的香料换成了迷香。真是太奇怪了，昨天2更就开始下雨，一直下到4更才停。凶手进出房间的时候，房间的地面上一点泥水都没留下。更奇怪的是，早上大娘醒来的时候，这个房间的门还是从里面锁上的。什么？确实是这样，我早上起来就看到，我吓坏了，就赶紧往外跑，可是看见门还锁得好好的。他虽然脾气差了点儿，可也不至于这么惨死啊！是谁杀了他？为什么要留我一命啊？看来这是一宗密室杀人案。有人啊，快出来！快出来！出来呀！还钱！快点！快点出来！欠债还钱！有没有管事？谁在说话？
快还钱，出来，快点！现阵还钱，天经地义，听见没有？就是，快点出来人！快点出来，还钱！还钱！是胡连山家的人来催债的。这个时候来催债？这是刘家和胡家的私事，我们不必管，安心查案吧。看完热闹再查也不迟啊！走，我们看看去。现阵还钱，天经地义，听见没有？就是，快出来！干什么？刘大娘，您家里刚刚经历了这样的惨事，按理说我们不该来跟你催债的。不过谁都知道，我们胡家是常年为宫里挑选秀女的，之前跟宫里拍着胸脯为你家闺女做的保。可是如今，您看您这府上出了这么大事，外边的人都说是撞了邪了。您说，我们怎么能让带了血光的秀女进宫呢？当然了，我们胡家也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，当初下的定金，只退一半就行了。回去请转告你家主人，既然他已经打定主意退人，我们也不强求。定金我们会一分不少的还给他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大娘，夫人怎么了？夫人，今后该怎么办呢？大娘，夫人，您别着急，我们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这家人可怜呐。这对刘姑娘来说，也不一定是件坏事。对了，我想去刘新兰的房间看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昨天道长留下的法器。道长？自从新兰定了入宫之后，新兰就莫名其妙的得了怪病，怎么都治不好。有人说是撞了鬼，我们就请了个道长来做法驱鬼。那个道长是哪儿来的？他说自己是越州来长安的，差不多1个月前，他路过我们这条巷子，我们听他喊1命2运3风水什么的，就赶紧把他请了进来。这事儿听起来像你做的呀？去！我怎么觉得这道长反而是个骗子呢？骗子？不，那不可能！要知道，道长每次做完法，我家新兰确实会好很多。这法事是怎么做的呀？这我可不知道。道长每次都让不相干的人出去，然后关上门做法，差不多要半个多时辰才能出来。那道长住哪儿？这我也不知道。这道长的脸上有没有什么显著的特征啊？哦，对了，道长的下巴上有一颗朱红色的痣。红痣？大娘，还劳烦您把姑娘的药拿来给我看看。好。你们看一下，这药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看。这药是清热解毒的药，可是兰心姑娘的症状却很像是中了一种名叫繁香草的西域草药的毒。这种草药经过提纯，可以作为凝血剂来使用。啊！怎么会有人对我的孩儿下这样的毒手？大娘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的。你们说会不会是那个刘大娘？毕竟房间是个密室，而且里面除了死者，就只有她一个人了。刚才你不还说刘大娘可怜吗？万一她是装的呢？
不可能，如果他是凶手，没必要布置成密室招人怀疑啊。而且刘大娘体弱多病，一家人全靠刘大勇撑着。这样说的话，杀死丈夫并没有什么好处吧？还有刘心兰中的毒呢？刘大娘总不会对自己的女儿下毒手吧？看来得从那个越州来的道士开始查。什么越州来的道士啊？我四娘的消息遍布全长安城，我可没有听说过这个道士。我也觉得可疑。这个刘心兰一病，她就出现了；刘大勇一死，她就不见了。虽然如此，还是麻烦四娘可方打听一下。明白。哎，之前在刘家你说对刘姑娘而言，也不一定是坏事，什么意思啊？寻常百姓家，跟宫里扯上关系，恐怕是有好些苦头要吃了。行了行了，马上吃饭了，咱们吃完再聊。吃饭？你那么高兴干嘛？李少卿都没说话呢。我一天到晚那么辛苦，不就为了这顿饭吗？我吃饭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李少卿人家不饿呢，瞎操心。胆子越来越大了你，给我回来！看我不掐死你！吵什么呀？别跟饭过不去啊！天天李少卿，到我这儿这么抠门？不知道。自从刘大娘家回来以后，就觉得有些恶心。她房里好像有一股隐隐的脂粉味。可刘大娘并没有施脂粉啊，是不是草药味儿？你弄混了？可能吧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这里没你的事儿了，你退下吧。是二公子。好。主人呢？主人，二公子带了升平院的何袅袅姑娘回府，正在房里嬉戏弹唱呢。不错。随他随他，都下去吧。是。好啊。好。哎呀呀呀！袅袅，袅袅，我想你的眼，我想你的笔，你就是我心中的明月，照亮我孤寂的夜晚。袅袅，公子，为您抚琴一曲吧。好啊，洗耳恭听。好曲，好曲啊！公子，您今日真是好兴致，有何好事？算不得什么好事。刘家绣坊的掌柜死了，定金还不上，他家连人带店都归我了。听说他闺女长得还不赖。袅袅，你比他好。他在地下，你在天上。袅袅。老大，那个胡连山，他死了。怎么样？死者死于昨晚此时左右，死因也是失血过多，房间里面被下了极重的迷香，浑身的血被吸干。同一人所为，看样子是。昨天你们主人睡前有什么异常？没有。昨晚睡前，主人问了一下二公子，然后就睡下了。是独寝的。府上两位公子去哪了？大公子常年在蜀地开分号，二公子昨夜带了升平院的何袅袅姑娘回家包夜，早晨刚刚送回去。
这升平院的姑娘，还得要二公子亲自送回去。袅袅姑娘带了一大箱子乐器，挺沉的。二公子最近又十分的迷恋她，于是叫好几个家仆一块送回去了。他知道你们家主人被杀的消息吗？知道。可是，实话跟你们说吧，二公子虽然玩乐的习性跟主人很像，可是在其他方面，他们简直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哟，家里来了什么客呀？二公子，大理寺的李少卿带着人到这儿来查案了。哦，见过李少卿，父亲的死有劳各位费心了。请问二公子昨夜此时在什么地方？我昨夜和升平院的何袅袅姑娘唱了夜小曲，家仆们都知道。既然这样，小人先去歇息了。老王，李少卿有任何需要，务必全力配合。告辞。这个胡家公子也够奇怪的，父亲死了，就好像什么事儿没发生过一样。你看他一身酒味，满脸倦容，真是喝了一晚上花酒。他可以雇凶啊，毕竟他爹死了，这么大的家产就会落在他一个人身上。就他好吃懒做的样儿，他巴不得他爹长命百岁，照着他作恶多端呢。再说，他们家还有个能干的哥哥，所以这偌大的家业肯定得落到他大哥头上，他捞不着什么好处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去趟平康坊找何袅袅。早就听说升平院那个头牌何袅袅姑娘是个人间绝色哦。你跟萨摩去。为什么？我闻不了脂粉味。你一定是走了，你一定是在里面欠过什么债吧？又要回来了，紫苏姑娘可是等了你们半天了。紫苏妹妹，几天不见了？是啊，我前几天帮我爹出长安办事去了。你们接了个新案子。开绣坊的刘大勇和负责选秀的胡连山前后都死了，全被人吸干了血。这两个人有什么关系吗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刘大勇委托胡连山把女儿送进宫，可他女儿病重，只得作罢。刘大勇先死了，胡家派人来要了定金，结果第二天胡连山也死了。胡连山，这名字好熟悉啊。我想起来了，这个名字在3年前的一个案子里出现过。3年前，永安坊有户人家姓徐，当家的驼背人称徐骆驼。有一天深夜，徐骆驼突然死在家中，他全身的血液被吸干，他的老婆也当场跳河而死。胡连山是涉案证人之一，也是吸血，这么巧，不如我们也去永安坊看看。走。大娘，您还记得这里以前住着一户姓徐的人家吗？他老婆叫月娘，后来还跳了河。哟，你说的是徐骆驼吧？好久没人提过他们了。你们是来查案的？啊，是，我们是大理寺的。麻烦您想一想，当时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个徐骆驼原本就是个变戏法的，日子说不上大富大贵，但总也过得下去。后来他原配死了，就开始赌他家里家徒四壁，穷得揭不开锅呀。再后来，徐骆驼又娶了一个叫徐月娘，懂事的很，长得出了名的好看。可你说这个徐骆驼他就是个无赖吧？他竟然打起了月娘的主意，把她卖给了一个姓胡的富户，做了第8房小妾。
这事儿啊，都过去3年了，当晚的事情我还记得清清楚楚。那天晚上，我先是听到几声惨叫，哎呦，叫的那个惨哦！我赶紧披上衣裳跑出来，一看，徐骆驼家的门忽然开了，月娘跌跌撞撞跑出来，两眼发直，也不喊也不叫，浑身抖个不停，身上染满了鲜血啊！哎呀，对，别提多瘆人了，哎呦，太瘆人了！那个徐骆驼到底是谁杀死的呢？谁知道呢？有人说，是徐骆驼造孽太多，这阎王爷都看不下去了，派小鬼来索命。是，也有人说，是月娘忍无可忍，杀了亲父。哎，这不管怎么说，月娘紧接着就跳河死了。哎呀，自那以后啊，这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好嘞，你玩好啊，好生招呼着。去吧。哟，2位郡公子，看着好野生啊，第一次来吧？啊？哎，这位是大理寺李少卿。哎呦，贵客，真是贵客呀！少卿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？我们这儿保证有您满意的。我们别人谁也不找，我们就找何袅袅。可是袅袅姑娘正在接其他客人呢。少废话，我们李少卿可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啊。何袅袅，不是说了吗？做生意。大理寺办案。去，把何袅袅给我叫来。这不合适吧？哪个没眼力的敢跟本捕快抢人？大理寺李少卿。少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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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，小的这就走。去吧。这年头，衙门捕快都有闲钱上升平院了。既然来了，就请李少卿上楼小坐吧。袅袅姑娘，不必客气了。姑娘可听说昨天夜里胡连山死了？胡家二公子说，昨夜与姑娘弹唱喝酒到天明，可有此事啊？确实不假。那昨天晚上，胡二公子可曾睡着？李少卿，小女子只卖艺，不卖身。袅袅姑娘多想了，既然确有此事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少卿慢走啊，少卿慢走。来，姑娘们玩起来！误会，玩起来，玩起来！我们回来了。怎么样？和袅袅说，那个胡南卓一夜都没有离开过房间。哎，子松那边呢？徐月娘的故事可比我们原来知道的要惨多了。她相公徐骆驼是个大赌徒，赌得家徒四壁，这才把徐月娘卖给了胡连山抵债，做了第8房小妾的。哎，这样吧，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头绪，明早东市有个大集市，有好多新奇的玩意儿，我们去转转，换换脑子。好啊。三炮，好看吗？这我们凡社门口就有，好吧？一点都不浪漫。哎，老大，你看这个，看看这个，做工多好，是吧？随便看啊。老板，我要这个。哎，好嘞，新到的，随便看看啊，随便看。好漂亮哦，多少钱啊？这个呀，你别说，姑娘还真有眼光。这个东西啊，现在买不到了，800文。800，这么贵啊？为什么贵啊？现在买不到了，我费好大功夫才买回来的。对了，道长的下巴上有一颗朱红色的痣。三炮啊，过来！怎么了？怎么样，东西不错吧？这个好看吗？好看。送我啊！我送你？啊，送我。啊送我，
我这儿东西都是最好的。送你啊，送你！我没带钱啊，我找我哥啊，我哥有钱。去。哥，发现了给刘新兰做法那个道士，就那个。看了这么全，就赶紧买回去试试啊！哎呦，你便宜点，便宜点，便宜那个我哥买，都是赔钱买的。我哥有钱，送你啊！你叫什么？你为什么假扮道长去刘大勇家？刘大勇和胡连山之死是否与你有关？刘星兰中的毒可是你下的？中毒？你的货篮里有西域来的繁香草，刘星兰瞳孔放大，皮肤潮红，昏睡不醒，正是中了繁香草的毒。你自己卖的东西，你还想抵赖？怎么可能啊！你可认罪？我不认罪。你等等，先把他带到刘家绣房去吧。你们让我来这儿干什么？哎，你们这是？道长他怎么？刘大娘，新兰姑娘现在如何？老天保佑，能下床了。啊，还麻烦您把新兰姑娘带出来，再见一见道长。啊，好的好的。新兰，你怎么了？新兰，快坐。这位道长就是给刘新兰投毒的人。这个秦三郎本来是一个卖西域异宝的货郎，害新兰姑娘中毒的繁香草，全长安只有他们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为什么要害我的儿子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你说呀！小强是兔子到了棺材里头来自己服下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这是为了什么呀，我的傻孩子？他叫秦三郎。2个月前，我们在庙会上相识，一见钟情。不料父亲要把我送到宫里当绣女，我说什么也不愿意。我爹逼得太急，我就偷偷从三郎那儿拿了繁香草，想要以此殉情，结果拿不准用量，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新兰呐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这么说，是胡连山和刘大勇坏了你的好事。秦三郎，2天前夜里子时，你在何处？我扮成道长，看望了新兰之后，去了另一个货郎张色郎家，点了1夜的货物，他可以为我作证。前天晚上子时呢？前天晚上，我在家中独睡，无人能作证。把他先带回去。我，新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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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郎。
这痕迹还很新。大娘，这道是什么痕迹啊？是那个道长最后一次做法时带了个挺重的箱子，这印记是被那箱子给磨的。重箱子？难道说道长做法需要很多法器吗？我看了一眼，是装着不少法器。法器？子苏啊，咱们俩先回去吧。嗯。双燕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帮我查一下刘大勇和胡连山他们的伤痕有没有什么不同。好，帮我照顾一下我的新宠啊。哎呀，看我干嘛？我跟你说啊，哎，小心点儿，我的新宠。颈部都有齿痕，刘大勇的伤在颈部左侧，而胡连山的伤是在颈部右侧。哦，我猜的果然没错。怎么了？杀死2个人的不是同一个人。双燕，你去帮我找一个人。哟，这不是李少卿吗？又来找我们袅袅姑娘啊！真是不巧，袅袅这会儿正要出去呢。哦，袅袅姑娘要去哪儿啊？袅袅正要去胡家，胡二公子明天就去蜀地跟他兄长学做生意了。袅袅要去陪胡公子喝酒饯行。袅袅姑娘，你莫不是要抓住最后的机会，杀掉胡家公子吧？你说什么？你杀害了刘大勇和胡连山2人，你可知罪？刘大勇是谁？听都没听过。莫不是你也不曾去过刘家绣房？不曾去过。那这块玉牌，正面刻着生平，背面是个鸟字，袅袅姑娘可认识？这玉牌应该是在杀人的时候不小心落在刘家绣房了吧？杀人？少卿真是说笑。我为什么要杀一个绣房老板呢？你为什么要杀他们2人？与你的身份秘密有关，这我等会儿再解释。先说一下你的不在场证明吧。胡掌柜并不是你亲手杀害的，而是你连同你的同伙，也就是刘家绣房女儿刘心兰的相好秦三郎。这都是谁啊？胡公子该等急了，官人不送。等等，发现了那个箱子，就在何袅袅的房间。抓人吧。得罪了，走。许月娘，这又是什么？我让街坊偷偷看过你，已经确认过了，你就是许月娘。3年前，你被徐骆驼逼嫁给胡连山当小妾，你宁死不从，想必是遭到毒打后，对徐骆驼起了杀心。杀了徐骆驼之后，你跳河自尽，却侥幸逃过一死，流落到青州。
随后，你在青楼又遇上胡南卓，得知胡家要逼迫民女刘心兰进宫后，你气愤难当，往事涌上心头，这才决心和秦三郎一起手刃胡家人和刘大勇，为刘心兰讨一个公道，是这样吧？可是他们2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明啊。这个并不难，只需要一个带着有隔层的大木箱就可以了。徐月娘家原本是变戏法的，想制造一个这样的木箱，应该不难吧？刘大勇死的当天，秦三郎扮作道长，带着一箱法器，隔层内躲着何袅袅。何袅袅去胡家陪酒的那个晚上，隔层内躲着秦三郎，他俩互相掩护，各杀一人。所谓吸血，不过是用利器戳颈，放血之后，再用繁香草提纯的凝血剂做成血豆腐，带离犯罪现场，障眼法而已。那他们是如何做到在密室里杀人，然后逃走，再把门反锁的呢？其实当时他们根本没有离开现场。那天我和三炮来这里的时候，正好遇见了张捕快。以他的俸禄，怎么可能要得到这里的头牌何袅袅姑娘呢？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何袅袅主动去接近张捕快。你接近张捕快也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张捕快的衣服。道士做法，箱子置于房中，何袅袅穿着捕快的衣服从箱子中钻出，潜入死者房间作案。随后，等捕快前来查案时，何袅袅再混入人群离开。这个计划看上去还不错，只可惜我发现了你的身份，还有这块掉落的玉牌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是的，我是杀了我丈夫徐骆驼，为了还赌债，他竟然将我卖给一个老叟做8房小妾，我不肯，他就毒打我，打我。我反抗时误杀了他，我还和秦三郎一起杀了刘大勇，杀了胡连山，他们全都死有余辜，为财为色，毁人一生的幸福。那天晚上，秦三郎喝醉了酒，闯进了升平园，是我招待的他。他说有个相好的姑娘叫新兰，被爹逼着入宫做绣女，得了怪病，生不如死。听完他俩的故事，我才下定决心，我要杀掉这帮畜生。我不能让新兰也变成我这样。我不怕长命。从前的徐月娘早就坠河死了，如今何袅袅的命是靠自己赚来的。我只恨，我恨我没能及时杀掉胡南卓。三炮，把何袅袅带走吧。怪不得当时在刘大勇家，我闻到了脂粉味。跳河自尽，或是青楼卖唱，或是杀人复仇，那也总好过嫁给无赖，忍气吞声，悲惨的度过余生啊。也不能这么说，虽然有的人死有余辜，可是也应该交由律法来决断。如果人人都可以为了仇恨随便杀人，那要律法干嘛？是吧？紫苏姑娘。唉，昨日种种，譬如昨日死。
今日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，可是人人都有放不下的理由啊。对啊，我也有放不下的，放不下筷子。够了你啊！放不下筷子，你小心撑死自己好吗？怎么了？我能吃怎么了？我再吃也肥不过你呀！